有听过有人直接开骂说这是史上最烂的活动，没有之一吗？这可不是开玩笑哦，是这次荒野蓝豆新活动，真的点燃了很多玩家的怒火。今天我们不是来平铺直叙介绍，我们要直接跳进这个风暴里面，听听看，为什么同一个活动，有人气得要死，有人却好像觉得还行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场超激烈的争辩。好，第一个大家吵翻的点，进度跟奖励。你想象一下哦，每天在那边拼死拼活打，结果那个进度条，慢到像是网路卡住一样。奖励少就算了，那个关键的受失分裂，就是那个能不能拿到额外奖励，或是那个很炫的造型的主要机制，那个几率听说低到让人怀疑人生。有人说一天还限制只能赢2场来推那个进度，比以前还少。然后那个巨型吃到饱模式，越打要求越高，结果常常只给你一个寿司。一个那个分裂几率根本都市传说等级吧，免费玩家想要凑满50个，几乎不可能嘛。这样听起来是真的会让人蛮不爽的啦。不过有趣的是，也有不同的声音出来，就有人提到说，你回想一下嘛，之前的歌姬啦，还有那个海绵宝宝联动，好像每次新活动出来都会被骂翻天啊。会不会是玩家的期待值跟那个游戏实际的状况总是有这么一段差距？而且这一次也确实有人就是免费玩，然后运气很好，真的拿到造型了。对，是有听到零星案例啦。可是反驳的人马上就说啦，以前烂不代表现在可以摆烂啊。而且这次那个受失机制，就是为了分裂拿能力或造型。跟以前那种拿蛋啊礼物啊，为了加速拿资源，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。这次更让人觉得好像原本该有的被拿走了，而不是多给福利。对，这个性质上的差异，可能真的是这次反弹特别剧烈的一个关键点。好，再来我们聊聊那个新模式，还有被骂爆的平衡性。不少人都在抱怨新模式节奏有够慢，又有点无聊。但最气的是，没有芥末能力根本被打好玩的。就算你有能力，听说也要是那种特别强的角色的能力才有用，不就变相逼你只能玩那几只。而且这些芥末能力就是那个活动的特殊技能道具，那个强度根本乱七八糟，强的直接变超人，弱的跟没有一样。这游戏体验超差的吧？感觉就是为了逼你解任务才去玩那个模式。对，这个平衡点真的是大家吵最凶的地方。确实有玩家觉得某些芥末能力，像那个分位，玩起来很有趣啊，甚至觉得比上次哥基拉活动平衡一点。他们觉得说，至少这次能用的角色变多了。平衡？可是你去看那个芬还有安杰罗那些角色的芥末能力，根本强到破坏游戏了，好不好？这样怎么能叫平衡啊？对，反对方就是这样打脸的。而且他们拿出一个很关键的对比，就是说，以前那个天使恶魔活动，那些特殊能力是所有角色都可以用的。对耶，大家都可以玩。对啊，但这次一堆角色根本就没有芥末能力啊，你就算想玩也没得玩。这点确实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异，也是一个让人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。最后来看看那个氪金压力，还有刚开始那些很烦的 bug。很多人就讲造型是蛮好看的啦，但有什么用？大部分都要靠抽的，那个几率低到爆炸。不然就是要买那2个价格也不算便宜的礼包轨道，或是就是直接花钱买造型、买新角色、买新能力。这意图不要最明显哦，感觉就是趁着活动想办法要你掏钱嘛。而且活动刚上线的时候，不是还一堆问题吗？连线啊 ，bug 啊，游戏品质嘞。关于 bug 这部分呢，官方那边是有出来解释了。他们说，因为本来有个合作计划临时取消了，所以这个活动算是赶工推出来的，所以初期有些状况，但也很快就修复了。赶工？对，这是官方说法。可是抱怨的玩家根本不买单啊，他们觉得说赶工也不是借口吧？
最基本的那个奖励规划、平衡测试，这些不该省略吧？这也是蛮多人的心声。而且就算真的有极少数运气好的免费玩家拿到大奖，也不能代表大多数玩家那个糟糕的体验嘛。这次活动甚至有人直接说是反免费也反付费。哦，怎么说？就是免费玩家觉得进度慢、奖励少，被剥削；然后付费玩家可能觉得，我花了钱，结果还是要看脸，或是那个平衡烂到影响体验，觉得自己像盘子。就是两边都不讨好啦。所以啦，听下来这次吵这么凶，那个核心问题好像就很清楚了，就是那个极度看运气的机制，像寿司分裂啊、芥末能力强度啊，然后是那个让人很挫败的龟速进度，还有那个感受很明显的氪金引导。一边玩家觉得糟透了，史上最烂；另一边可能觉得又是一次被骂翻的活动而已啦，习惯了。你听完这些正反两边的说法，有什么感觉？这次这么激烈的反应，我觉得可能不只是针对这次互动设计好不好而已啊，它可能更深层的碰到了一个就是游戏营运常常会遇到的问题，就是说在那个追求营收跟维持玩家基本的游戏体验之间，那条看不见的线到底应该画在哪里？当那个运气变成影响你能不能拿到核心奖励，或是能不能有好的体验的主要因素时，那玩家花了时间、花了努力又算什么呢？这或许是这次风波背后更值得你还有我们去思考的地方。